前脚直飞 LA 一周无踪影，后脚爆崩偶遇挪威街头，王一博不营业。他粉丝一边念叨着只要他没出太空还在地球就好，一边又变身福尔波斯来破案行程了。最新线索依旧是王一博异国街头的偶遇照，冷灰色天空和特色北欧建筑风格，参考路边地标披萨店，全球精准定位了王一博在的这个街头地址，是在挪威西部有童话之城之称的奥勒松。线索二，王一博 ins 昨天新增互关2个人，一位是 Top Train 的创始人，也是徒步攀登越野爱好者，另一个是专业户外摄影师和导演，而互关的人现在就在挪威。2个线索下，地点挪威是确定了的，至于去干嘛和时间线嘛都有线索，但属于吃瓜不全杏瓜状态，纯看怎么推测了。毕竟在追王一博这件事上，也是让王一博粉丝给练出来了。4月的挪威冬春过渡期，北欧代表性的滑雪度假村都还在营业，穿越山腰之路也好，西部峡湾也罢，一个挪威境内1/3面积被冰川覆盖，目前都还是拍摄的好时光，非常适合滑雪和户外拍摄。再加上挪威还有个1877年就创立的百年国宝级户外品牌 Helly Hansen， 一个王一博探索心境上升后就传出要官宣的新代言候选，提前大半年就有门店暗示说过王一博今年6月左右官宣，当时没想明白为什么要等那么久，难不成排队等王一博行程拍大片也是一个原因吗？从目前信息看，目的推测还是比较统一的，但时间线反而有明确2种声音了。一个当然是基于目前信息的，从雷拍完香奈儿广告后，从洛杉矶直飞挪威，15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。个人看这个时间线和人物都对得上，持这个观点的占大多数。但另一个观点是3月中巴黎时装周的时候，王一博在法国多待的那段时间也有可能，毕竟巴黎飞挪威2个多小时就行了，从效率上完全可能当时就拍了。3月4月整体差别不大，我其实是很喜欢这种偶遇式的行程碎片的。工作和浮生偷得半日闲兼容，不用戴口罩帽子，拿着自己爱的相机自在的在街上走，天地之大，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旷野。真愿你见这世上所有最美的风景。你呢？你觉得他的挪威偶遇是啥情况？与其内耗自己，不如外耗他人。至于王一博把我内耗的毛病给治好了。探索心境节目中，王一博煎鸡腿愣是把锅给煎糊了，换做别人早就开始自我忏悔厨艺不精，可在王一博这儿根本就不存在，饭做的不好吃一定是锅不好，这个锅糊了。哎呀，锅不好呀。节目中为土拨鼠吃胡萝卜，眼看自己投喂失败，王一博也从不反思是自己的问题，问就是土拨鼠不太聪明，还是不太聪明啊？好像不太聪明，爱聪明那啥。而录口播的时候也不怪自己嘴挑，一句台词愣是被王一博念了稀碎。作为职场新人，早就被自己闯的祸下麻了，可在王一博这儿，内耗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台词烫嘴一定是冠名商的问题。一片黑树，一件纪念好手里很，你别紧张啊，别紧张，入紧张是问不散心的问，真不愧是顶流的心态。王一博这强大的精神内核，足以让容易内耗的我逐帧学习。而在拒绝老板 PUA 这方面，王一博也堪称是人生导师。当杜华表示看王一博的节目看哭了，本想来一番煽情表达，可王一博却不买账，直接抑郁致死，堪称内娱散项 PUA 第一人。也看哭呸。还不容易，别以为王一博说话少是他不会表达，原来是我们误会了。说话的艺术还真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，而他不仅能够反向 PUA 老板，对导演也是说整顿就整顿。参加综艺时，别人面对赛制不公平，只会选择暗自忍耐，但在王一博这儿却根本不可能。主打一个让我委屈我就说出来，让大家评评理，反手一个告导演，简直让人笑不活了，非常不丰富。我告一下。抱抱歉，有事当场发疯，拒绝精神内耗，真的很羡慕王一博的精神状态了。终于明白当初被黑8天8夜的他为什么还能淡定逛街，因为对王一博来说，外界的诽谤和黑水根本不是自己的错，从来不会让别人的情绪影响了自己。对王一博来说，他只活在当下，他所做的事儿就是走好当下的每一步，并且专注自己。采访被问到有没有遗憾的事儿，他说人生的遗憾没有必要再提，不必纠结过去，永远向前看。所以就没有什么对，但是我们要遗憾有。人生中有很多遗憾，但是没有必要提遗憾，就遗憾或许一会儿。别人问他有没有吃过苦，王一博也不会正面回答，一句玩笑就掩盖了自己经历的所有挫折和苦难。但杰尼这次都没有吃过吃过苦瓜吗？不败惨不矫情也不内耗，不惮于过去，不埋怨现状，也不惧怕未来，这样的精神状态简直太超前，难怪王一博能够长霸顶流之位这么多年。精神状态强大且稳定，成功真的是必然的。热烈到底凭什么重映？看看这张图就知道了。点开热烈重映还能拿下上座率第1，路过的新粉再也绷不住了。有质疑片方重新上映为了圈钱的，有质疑王一博作品不够库存来凑的。但其实很多人忽略了热烈重映最重要的先决条件。其实电影重映也是有很大的要求，要不就是影片质量过硬，要不就是影
引起了足够高的反响，而这2点热烈都做到了。在我们没注意的角落，热烈已经拿下了文荣奖、金鹿奖在内的10多个奖项，还作为海外展映优秀影片被20多个国家引进展国。热烈到底有多受欢迎，善计可查。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在上映2年之后还能重回影片再一次重映的原因。而热烈重映之后，成绩也的确没有让人失望。在分线上映的情况下，重映短短2天的时间，票房就突破了1000万。尽管在清明档所有影片当中排片最少，但上座率却是最高的。不得不说，热烈简直太争气。而这部电影能收获这么好的成绩，也是离不开演员的付出。而作为男主角的王一博，在顶着伤病的情况下，依然坚持实拍，哪怕打着封闭也要坚持上场。而要知道，打封闭针确实对身体有着不可逆的副作用，会降低局部的修复能力，导致组织发生病变老化，它会导致免疫力和抗感染能力下降。尤其是对王一博这种打完针还要高强度拍摄的人来说，打完封闭伤病很容易会反复发作。因此在热烈拍摄的那个夏天，前去探班的粉丝经常闻到王一博身上疑难白药的味道。而为了演好陈硕这个角色，王一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坚持亲自上阵。从小跳黑 bob 的他，很多 breaking 动作都要重新学习。就比如电影中最经典的头转，为了拍摄的状态真实，王一博一遍遍的在地板上摔倒又重新爬起，身上摔到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我是乌龟的边中的挣扎。尽管导演一直强调很多电影效果可以靠剪辑的手法来完成，在王一博却还是选择坚持亲自上阵，甚至为了远景的拍摄连护膝都不肯戴，这才有了电影中为了追梦不惜代价一遍遍尝试的陈硕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拍的是陈硕的人生，很多粉丝却在电影中看到了王一博的影子，因为陈硕的每一个热烈追梦的片段都是现实中王一博的真实写照。他不服输，不矫情，不怕吃佛，为了一个目标能死磕到底。有这样的性格，无论是角色还是真实的人生都太容易圈粉。可惜的是啊，热烈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，在那被热点 IP 包裹的夏天很难吃香。如今热烈重映，也给了很多人重新看到它的机会。这部电影真的入股不亏啊！首发腕表交给王一博佩戴，流水式的真品珠宝往王一博身上送，香奈儿花式宠博的方式，连粉丝都已经快累了。香奈儿时隔22年再一次发布新品，王一博就是全球首戴。果然，这香家的门面含金量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前不久在日内瓦高级钟表展上，香奈儿时隔22年再一次推出 G12腕表的新作，光是专属色调呈现就用了整整5年时间。可一块对香奈儿具有如此隆重意义的作品，却早在3月中旬的巴黎时装周就已经交给王一博佩戴，而这也是品牌首次将没有公开发表的腕表交给亚洲艺人首戴，直接打破了欧美明星垄断高珠腕表的传统。不得不说，王一博不愧是香港独宠的贵公子，超级首穿未发布首戴，在王一博身上都是太寻常的事儿。还记得以前总有人问，王一博的时尚地位明明已经牛到了可以单独一个赛道，为什么却一直没有代言过奢牌腕表？看看香奈儿的花式宠博方式就知道了，一个具有顶级时尚地位的内娱顶流，香奈儿光是自家的珠宝线、腕表线、成衣线都宠不过来，怎么舍得把它让给其他品牌呢？而纵观这些年香奈儿给王一博的台面，就能看出这个品牌有多长情。24年年底的香奈儿杭州大秀，在所有艺人都坐船入场的情况下，王一博是唯一一个享受特权坐着车来的艺人。以及 anyone not rising table yes super south with a spike yes nice。如果不是粉上王一博，我大概这辈子都不会感到全场等薄地艺人入座的排面。所谓的巨星气场大概就是这样。作为香奈儿最年轻的品牌大使，不仅超级礼不随便传，真品珠宝和首发腕表更是首轮堆砌。自从2020年的微博之夜，香奈儿把1932系列真品珠宝空运来戴到王一博身上之后，流水式的真品珠宝在打这就没断过。短短2年时间，王一博就已经集齐了香奈儿13个系列的真品珠宝，哪怕他出镜只有5分钟，香奈儿也要把价值800万的真品珠宝挂在他身上。但别的明星还被高奢竞品不能同时代言的规则束缚时，王一博已经手握香奈儿、罗意威、拉克斯特3大奢侈品牌，出现在了巴黎时装周上。自从王一博官宣成为品牌大使之后，香奈儿给予的最高配置和资源都给了王一博。明明内娱明星那么多，香奈儿为何单独宠爱王一博一个？因为除了王一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，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王一博与香奈儿的内核极其相似。作为顶流的他不被定义，不是在开拓新赛道，就是在去开拓的路上，不踏踏实实的唱歌跳舞，当然是去拍戏、去跨界、去户外、去赛车，把自己挂在冰川上，挂在崖壁上，影视、赛车、舞蹈、时尚、运动，在各个领域里，王一博都要做的顶线，一身反骨，永远不肯取悦他人，把自己活成人生中的爽文男主。王一博简直太有个性和魅力，这样的顶流明星，难怪香奈儿会如此喜欢。大概内娱再也找不到一个跟香奈儿如此契合的顶流了吧。